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2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琦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个主题，第一个，孟晚舟已经登机回国，连衣服都不换；第二个，中美关系到了哪一步啊？我们讲讲孟晚舟啊，孟晚舟的这个案子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2018年12月1号在加拿大机场被拘捕，经过了1029天的时间啊，那么9月24号，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后起诉协议，当庭释放。那么孟晚舟当晚启程回国。这件事情与此同时啊，加拿大的2名人质啊正在飞回加拿大的飞机上啊。那我们讲讲最新的进展。加拿大的这个身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孟晚舟啊，9月24号通过视频啊出席在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的庭审。那么，美国联邦检察官 Kessler 向法官表示，检方已经与孟晚舟达成延后起诉的协议，并建议给孟晚舟保释。孟晚舟也通过翻译向法官表示了解并且同意协议的内容，并在法庭上正式签署。法官 Donnelly 就批准了这个协议，表示我认为美国政府已经证明延后起诉是真诚的啊。Kessler 说，如果孟晚舟履行义务，美国将会在协议期限结束的时候撤销对他的指控，否则他仍然会被起诉。法新社报道，孟晚舟没有承认欺诈罪啊，但是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他承认就华为子公司星通在伊朗的业务误导了汇丰银行啊。美国方面在庭审结束之后啊，正式通知加拿大，美国撤回引渡请求。那么，加拿大 BC 省最高法院在美东时间下午5点钟开庭啊。BC 省最高法院的副首席大法官福尔摩斯宣布终结孟晚舟引渡程序，签署释放令，宣布孟晚舟可以离开加拿大。孟晚舟离开法庭的时候，已经移除了电子脚镣。他在法庭外说啊，每一朵乌云都有一线希望，感谢世界各地的人对他的善意啊。好冷啊。他说加拿大是法治的国家，中国不是啊，我说的啊。他说作为母亲、妻子和公司的行政人员，过去3年，他的人生遭到了翻天覆地的破坏。加拿大的2名人质呢？我说的啊。路透社报道说，孟晚舟24号晚上已经登上飞机出发返回深圳。机场的照片显示，孟晚舟离开法庭之后，连衣服都没换，直接去了机场。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童晓玲也在机场，可能是送机啊，结果被记者发现以后，就这个撒腿就跑，不知道为什么见不得人啊。然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啊表示发表讲话说，被中国拘捕近3年的加拿大公民Michael 斯帕尔佛和康明凯，在美东时间晚上7点半已经登上专机启程回国。加拿大驻华大使包达明陪同2人回国，这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啊。我们回顾一下孟晚舟的过程。2018年12月1号，孟晚舟乘坐班机从香港飞墨西哥，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转机。加拿大警方因美国司法互助要求将他拘捕。12月6号，华为证实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暂时扣留，美国正在寻求引渡孟晚舟。12月7号，
加拿大 BC 省最高法院召开孟晚舟保释听证会，检方指孟晚舟涉嫌违反美国制裁措施和欺诈。那么包括两件事，第一个，2009年到2014年，华为利用香港注册的星通科技公司叫 Skycom Tech 将至少130万欧元的美国高科技产品转售给伊朗企业，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孟晚舟直接参与华为对汇丰银行不实说明，误导华为与星通关系，令汇丰协助星通结算与伊朗进行的美元交易，令汇丰面临牌照吊销的风险。12月11号，法院批准在严格的条件下孟晚舟保释，那么条件是1000万加元的保释金，丈夫在内的5名人担保，交出护照，带电子镣铐，晚上11点到早晨9点禁止外出，限制外出时间和地域，全程由专业团队进行全天候的监视。那么2019年1月28号，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惠塔克、商务部长罗斯、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一起召开记者会，宣布正式要求引渡孟晚舟，并且以23项罪名起诉华为。20号，2020年1月20号，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 BC 省最高法院开庭，这是正式开庭。那么庭审除了讨论孟晚舟是否符合美国加拿大双重犯罪标准，同时审议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皇家袭警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是否在机场密谋进行刑事调查。那么中间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庭审，我就不说了。到了2021年8月18号，孟晚舟引渡案最后一轮听证会结束。BC 省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福尔摩斯将于10月21号公布宣判日期，就是这件事情已经要判的了，要判。那么9月24号就今天了，孟晚舟和美国警方、美国的检方达成延后起诉协议，然后加拿大 BC 省最高法院宣布这个孟晚舟释放。那么孟晚舟被捕之后，中国拘捕了这个3名加拿大公民作为报复。一名是罗伯特·谢伦伯格，涉及这个毒品案，8月10号被判死刑。另外一名就是Michael 斯帕佛，那么说是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有期徒刑11年。然后是前外交官康明凯，那么2018年12月11号被国家安全部逮捕，那么也是刺探国家机密情报，大概就这2个。那么这是一个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2点。第一点，加拿大是整个过程当中，加拿大只是在履行它的司法互助义务，这件事情跟加拿大没有关。但是中国抓了加拿大的2名人质，这是第一个。所以第一点，加拿大的角色其实是一个，他只是在尽一个义务，他没有任何的利益，在这件事情当中没有任何的利益。但是中国抓了加拿大的2名人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真的一开始是非常重视这个案件，美国非常重视这个案件。你可以看就是开那记者会出来，全部都出来了，基本上跟这有关的所有的最大的这个每个部门的最高首长都出来所以美国一直很重视这个案件。那么为什么？核心的问题在哪里？核心的问题并不是孟晚舟本人，而是因为华为。所以孟晚舟的角色是基于华为。当然，首先虽然他是华为的 CFO 呢，但其实他最
最重要的角色，她是任正非的女儿啊，任正非是华为的创办人。那么，华为在中美贸易战的过程当中，它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美方一开始非常重视孟晚舟案件的原因。那么，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对中国发起这个贸易战，华为就是他的头号目标啊！一上来就是对，当然是一上来是先是什么呢？先是关税，但是左手是关税，右手是抓华为啊。那么这个2018年12月，美国以华为违反这个就是孟晚舟这个案件，违反对伊朗出口管制的禁令，欺骗银行，然后就拘捕了孟晚舟。到了2019年5月，川普总统川普前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禁止向美国的外国对手或拥有或者掌控的公司提供这个电信设备和服务，就是不能用华为。其实，所以呢，商务部随后就宣布将华为和他的70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就是开始对它实行禁运啊。所有含有美国技术或者美国零配件超过25%的产品，就要获得商务部的许可才能出售给华为，就是实际上就对华为进行制裁。到了2020年3月，川普就签署《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禁止使用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购买包括华为在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产品和设备这其实就是开始两头捏了啊。这头不卖芯片给他，其实核心就是不卖芯片给他。这一头是什么？不让买他华为的设备。那么5月份，这个美国商务部对华为的制裁升级，把25%降到10%啊，那等于就是台积电不能够接受华为的芯片的这个订单啊，期限是9月15号啊。那么其他的芯片的厂商，包括三星、海力士、联发科、英特尔、高通都不能够跟华为这个有业务来往，期限都是9月15号。所以其实到了9月15号，然后到了8月，美国再把华为的38家子公司列入这个实体清单啊，那么总数就增加到多少？152家。那么全部这一列入这个实体清单，这等于华为所有的通过其他的这个地下渠道、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得芯片的可能性就一下子全部堵死了。所以这个动作等于终止了华为获得任何芯片的可能性。所以呢，华为就正式无法再获得任何的芯片。那么到了2021年3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华为、中兴和海康威视大华、浙江大华5家中国通信设备商列入黑名单对美国构成威胁。5月11号，拜登总统延长这个川普的行政命令，继续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华为生产的这个通讯设备基本上在中美贸易战的过程当中，华为作为美国打击的重点，基本上就是用了差不多用了整整1年的时间。美国最终在9月15号切断了华为所有的这个芯片的渠道。华为就怎么样？华为就第一开始要退出手机市场，所以他把荣耀手机子品牌荣耀手机卖掉退出手机市场。然后华为也没有办法在全球展开5G 业务5G 原来是华为的一个非常有雄心的一个计划，就是通过攻占全球5G 的通讯市场，获得一个通讯霸主的地位
那么美国的对华为的打击，实际上阻止了中国在5G 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雄心啊。然后华为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急剧的下跌啊，华为就慢慢的失去了什么？失去了这个作为中国科技尖兵的一个这样的作用。华为作为中国的科技尖兵，它直接把它的实验室放到美国、放到欧洲、放到德国等等啊，最他们认为最前沿的地方，吸取全世界最新的技术。当然，方法就是他们按照他们方便的方法去吸取最新的技术，变成中国科技尖兵。所以，中国基本上动用了一切外交资源去救华为，但是呢，华为就没有，但是实际上没救过来。为什么？美国就掐住几点，掐住那几点基本上没有用啊。所以最终华为现在的处境就是到处找生路。现在华为是在找生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啊。我们再讲讲这个延后起诉协议是什么？延后起诉协议的英文简称叫 DPA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它讲的是一般是讲被起诉方呢承认我犯了事，我有事然后就交罚款，然后就这个起诉方当然是检察官了检察官延后起诉，延后起诉并不是说不起诉，是延后起诉延后。那么中间有个期限，在这个期限期间，你服从这个你的义务，你不能再犯事，再犯事的话，那就一起起诉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美国司法部是从1999年开始把这个安排用于商业案件那么由于这个案件没有进入正式起诉阶段，还没正式起诉它所以就不会出现什么呢？认罪这个说法，因为你都没起诉他认什么罪但是呢，而且同时起诉不会被告不会列为就简单的说，他就没有犯罪记录对方就是这个被告就没有犯罪记录所以呢，为什么会这样？一般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被告呢，发现呢，如果起诉呢，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呢，他就接受一个这样的安排，接受一个这个检方说我们延后起诉，但是你得承认你犯了错，你有问题，你承认我提出来的这一个事实，最重要的是，他要签署一个这个事实认定书事实认定书签署之后，这个事实认定书下次如果他再起诉你的时候，那这些事实就会成为什么呢？成为依据。所以实际上是把一个就是被告呢，把一个认可的事实认可交给对方，然后免除对他的起诉，大概是这样从2002年到2005年，美国联邦检察官与被告达成了11份延后起诉协议那么2006年到2008年达成了66份这件事情其实在川普时代，就是说，川普的检察官曾经 offer 给过这个孟晚舟一个 offer，就是延后起诉的这个协议。当时的孟晚舟是拒绝的。然后呢，美国司法部呢刚刚公布这个延后起诉的协议，延后起诉协议这份延后起诉的协议没有附带罚款，没罚钱第一个没罚钱。第二个，孟晚舟同意签署了一个4页纸的这个事实陈述，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向金融机构做出了虚假陈述然后孟晚舟承诺不再犯美国的联邦、州和地方的罪如果违反协议，就会重新被起诉，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件事情说明几点第一点，显然这件事情孟晚舟这一边或者你可以说华为这边
因为这个 BC 省的最高法院会在10月份公布他会宣判的这个日期啊。那么显然，对于华为这边来说呢，他最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如果不觉得没事，没有，因为是从庭审的情况来看，形势对孟晚舟并不利啊。孟晚舟的律师团队提出来的所有的证据最后都被反驳掉，反驳掉的话，意味着当然你可以继续打官司啊，就是说，就算是在 BC 省的最高法院，这个福尔摩斯法官判孟晚舟这件事情成立啊，美国可以去引渡他，那孟晚舟律师团队也可以继续上诉，上诉这个事情还得至少打上个1-2年，这个没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如果上诉再上诉之后，以现有的这个材料来看，孟晚舟这个事儿可能会被真的被引渡去，这是对华为最不可接受。那么有可能这个案子的前景是什么？就是案子前景就输掉，就是说华为的律师团队认为这个案子可能会输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美国会接受一个协议，给孟晚舟走？我觉得有2点。第一点，肯定是因为加拿大的2个人质，这是我认为这个因素是最重要的。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加拿大的这2个人质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2年1000多天1000多少天，我们算过啊，一天1029天，这一趟下来，孟晚舟这件事情基本上结论已经有啊，结论已经有。所以孟晚舟的从中美关系的角度，从华为的角度，孟晚舟这个案子已经没有太多的政治价值啊，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孟晚舟本身已经没有太多的价值，然后呢，你再把加拿大人给圈到这里面去。美国如果完全不管加拿大的感受，这件事情肯定说不过去啊。那美国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孟晚舟放，你不放掉他的话，加拿大人回不来。那孟晚舟既然没有太重要的价值，那为什么不放？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啊。我觉得这是第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美国来说啊，如果继续因为华为已经现在基本上变成一个没有太大威胁的一个这样的公司，因为它已经你想一下，美国对它的制裁已经把它打成这个样子了，对中美关系当中华为的这个地位，华为这个角色已经下降了。所以华为这个角色下降，意味着孟晚舟的角色也下降，所以再去纠缠这件事情意义不大，所以顺便把这事给办了，把加拿大人给解救出来，这是这件事情达成一个这样的结果。达成这个结果呢，中国当然松了口气，华为松了口气，中国当然也就中国松了口气。那么加拿大人也把自己的人质救回来啊，这件事情就算是 settle 了啊，基本上就这样啊。这第一个主题，我们第二个主题讲中美关系到了哪一步？其实呢，这是我想讲2件事啊，一件事情就是秦刚，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啊，秦刚做了2次演讲，那么这2次演讲有点特别，为什么？9月21号，这个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那么这2场演讲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美2国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较量啊。
这就是中美两国中美关系的真实的写照。那么，拜登总统在演讲中说，极权主义想宣告民主时代的终结，但他们错了。真相是民主世界无处不在。然后这个习近平就在演讲中回应说，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习近平说这个番话呢，真的是这个脸一点都不红。他明明知道民主是人民的权利，可是中国人民就是没有民主的权利，所以他恬不知耻的在联合国大会上做一个这样的宣誓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脸红。然后秦刚在9月22号在卡特中心参加这个美中关系基金会联合举行的这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主旨叫开辟美中关系新方向。秦刚就发表演讲，秦刚发表的这个演讲呢，就延续了这个拜登和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话题。秦刚说，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的误解、误判在加深，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美中关系定义为民主与威权的对决，挑动意识形态对立。那么他说，中国是民主政体、民主体制，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全过程民主，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与人民在一起，一切为了人民。这种然后就有人在推特上把这段话转给我看，我就回了3个字：不要脸。今天上午的节目还有人在说这个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不要脸。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有过民主？然后秦刚到了23号，他出席这个彭博创新经济论坛的视频会议，他还发表演讲。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但彼此利益深度交融，双方谁也离不开谁，谁改变不了谁，谁也取代不了谁。这就是耍赖皮，这就是这个痞子逻辑。然后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违背世界潮流和人民意愿，只会激化矛盾分歧，导致冲突对抗。他说，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双方必须面对现实，面向未来，打破思维定式，创新中美互动的新机制、新方法、新领域。然后他说，中国人从来不信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中国要用实际行动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大国复兴之路。然后美国也要坚持和平发展，摒弃错误思维，和中方一道找到一条相互尊重、共同合作共赢的这个和平共处之道。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崛起的霸权和现有的霸权难免一战，就这意思。秦刚的这2次演讲呢，包括像习近平和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面的演讲，其实是很能反映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这个激烈的对抗。而这个激烈对抗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中国不承认它是专制，中国居然说它是个民主政体，非常搞笑。所以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现状。那另外同时呢，我还想推荐一篇文章给大家，介绍给大家。因为我看这篇文章以后，我实在是很想，这篇文章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这个弗里德曼的这个9月22号的文章。这篇文章叫《美国不能将 TPP 拱手让给中国》。基本上他把我想说的话全部都说完了。他这么说，他有一些很不错的东西。他说，
北京申请加入 TPP，当然这件事情其实就在讲北京上个星期中国上个星期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 这件事情，整个事情在讲这个。那么他这么说，他说北京申请加入 TPP，在外交上相当于美国申请加入中国在亚洲的一带一路倡议，就这个就等于中国申请加入 TPP，相当于美国去申请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或者是相当于俄罗斯申请加入这个北美自贸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恶作剧。他这么说，他说这一政策策略暴露了美国在对华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真正的弱点。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当今贸易和外交国际体系制定规则主导地位的最大挑战者啊。那么他这么说，他说讲到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的一个这个安全协议帮助澳大利亚制造这个核潜艇他这么说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战略这个战略呢不只是用几年时间帮助澳洲建造它的核潜艇去南海巡逻，然后来遏制中国。我们需要的一个战略是改变中国今天的行为，也就是 TPP 的目的。那么他这么说，他说中国其实呢，美国在建立这个 TPP 的过程当中，中国从来没有被排除在 TPP 之外。不过，中国得到的信息是，如果你想成为这个由美国制定的21世纪贸易协定的一部分，你就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则。那么，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者对 TPP 的兴趣，因为他们把它视为撬开中国体制的杠杆强硬派对它的恐惧超过了潜艇。然后在英美澳潜艇交易之后，中国人显然对自己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叫什么？美国人太蠢啦，根本就没有加入他们自己设计的贸易协定。这个协定让我们出局，让美国入局，让美国的太平洋盟友关系更加密切那么所以让我们试试利用中国巨大市场的吸引力，按照我们的条件，而不是美国的条件来接管 TPP 吧。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反击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核潜艇交易呢？然后这个作者说，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正如《华尔街日报》上周五的报道那样，10年前这是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贸易俱乐部，寻求限制中国经济模式的影响。现在华盛顿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北京希望加入，成为该组织最大的成员。仅仅通过这次申请，北京就暴露了美国极左和极右在中国问题上有多么不正经他们抱怨北京的人权政策，然而又阻止美国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也就是 TPP， 推动中国走向更透明和法治。这篇文章说他说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我们的太平洋盟友为了缔结这一协议，向美国做出了以往不愿意做出的贸易让步。这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希望我们在这一区域成为更大的经济力量，以制约中国日益增强的统治地位。结果，我们就这么走开了。如今，中国希望取代我们的位置，并且按照他们的方式。这个作者说：“我认为很清楚他不说我们认为他说我认为，美国立刻加入 TPP。
要比多年后才部署的潜艇更重要的多。如果美国一直不加入，届时 CPTPP 肯定要改名字，缩写不变，但名字实际上变成 Chinese Peopl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叫中国人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那是不是更搞笑呢？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他把这件事情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推荐给大家，大家自己看原文。我是跳着念的，没有全念。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请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明谢 Jack 胡，谢谢 Mike 朱，谢谢 Johnny Walker， 谢谢我也爱喝哦。Helen 谢谢 Raymond Law 谢谢 Simon 高谢谢。起码看起来2个无辜的加拿大人回来也是好事是的，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唐传习谢谢Rick Han 谢谢，乐于看到事情的解决，是的，好，我觉得很高。其实唐伟谢谢问题，美国延迟指控孟晚舟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是不是还是厉害国厉害？抓2个公民，先判1个死刑。加拿大基于人道主义，用孟晚舟换回这2条人命，差不多是这样吧？差不多是这样吧。我觉得美国公民更重要不，加拿大公民更重要为什么？因为那是人这件事情呢，虽然看上去好像中国占了便宜但是这件事情其实让中国在世界人民面前显示出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这个政权根本不把人当做不把人当人看，就是他抓2个人质显示什么？显示他就是土匪嘛，土匪才抓人质嘛。一个正常的国家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情绪早上听到孟的突发消息还很吃惊，没想到拜登政府这么快就松手了。但是政治有隐藏的一面，我们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交易和妥协很难知道。对孟来说塞翁失法，对习来说加分，对加拿大来说如释重负，对拜登失分，和阿富汗一样虎头蛇尾。这个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这跟这跟阿富汗不一样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美国做的是对的。为什么？拜登政府完成这个动作，他得到什么？他得到了加拿大的民心很重要的。北美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加拿大。如果美国完全不考虑加拿大的感受的话，那为什么加拿大还配合你呢？对吗？所以这件事情我不同意。说拜登在失分，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拜登失分了观点：释放孟晚舟本人是解决人质僵局最好的选择。到了今天，今时今日，不起诉他本人意义不大，而他签署的附属协议，带的 Statement of Fact 事实陈述已经白纸黑字承认他关于 Skycom 的不实信息，这就够了从大局上看，加拿大前几年在升级通信网络上摒弃了华为，可谓悬崖勒马。无论如何，中加关系是回不去的了。中国也因此失去了加拿大人的信任，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渗透国外通讯网络受阻，连带影响其他投资项目。当然，加拿大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这样，有2点。第一个，美国在孟晚舟这件事情上是借助了加拿大的力量去实现他的意图，因为他们之间有司法互助的协议
那么加拿大去落实这个协议，就是实现它的义务啊，去做帮美国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加拿大这件事情是完全是无辜的。那么结果中国抓了加拿大人做人质，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老实说呢，美国要感谢加拿大的配合，因为没有加拿大配合，他抓不到孟晚舟啊，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那么美国最终把孟晚舟放，那么对加拿大人来说那是松了口气，因为这两个人回来了。那么也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如果加拿大帮你，你不帮回他，那么这个关系好到哪里去？好也有限，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因为这件事情，中国抓2名加拿大的这个人质，然后中加关系就翻脸。其实中加关系是已经翻脸了。中国跟加拿大翻脸是非常愚蠢，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加拿大的事情，是美国的事情。你去找加拿大算账，那就欺软怕硬。你不敢抓美国人质，你只敢抓加拿大人质。为什么？美国够强大，所以你不抓他，就是欺软怕硬啊。那加拿大因为这件事情，双方实际上最终翻脸。中国得到什么？中国啥都没得到。对吗？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对中加关系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你觉得中加关系对中国不重要吗？当然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你看中国为什么现在会陷入空前的外交孤立？你可以看到，中国在一系列的事件当中，我就觉得没有美国对华政策有无数的错误，但是有一件事情美国做对了。就是很多事情美国啥都没干，全部都是他自己给办砸了，就是这样。所以，昨天我跟我朋友聊天，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说我说你看，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基本上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没什么动作，但是你看现在中国人仰马翻，为什么？我说拜登总统啥都不用干，你就站在旁边看着就行。为什么？习近平会帮你把所有的你办不了的事情全办完。你看现在又限电又限产，人仰马翻，完全不用帮他，完全不用做什么动作。习近平把美国把其他的敌对，他所谓的敌对势力办不到的事情全办了。情绪想看看大裤衩怎么报道这件事，是不是又赢了2回 ？OK，大裤衩怎么报道？不知道啊。情绪整个事件大开眼界，也觉得可能中加关系是一个新的起点，更紧密或者更疏远。更紧密怎么可能？加拿大人已经看得很明白了，中国是怎么对待加拿大人，这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那个民调，加拿大对中国的看法是怎样？观点：加拿大和中国未来除了经贸，外交会全面倒退。加拿大跟中国有什么经贸关系？我看不出来，我真看不出来。加拿大除了卖木材和小麦，木材现在都很少吧，那么远，成本太高了，主要还是小麦吧啊。经济利益不会影响加拿大人在人权领域的坚持，这个可以参照加拿大对沙特的外交立场。加拿大不会出头了，他不会。我觉得加拿大很清楚，它不是一个区域大国，但是它是 G7 的成员，它是个先进的经济体。然后呢，它前面有美国，它不需要跑到前面去啊，它不需要跑它不需要在地缘政治上跟中国进行冲突，因为它在北美，中国在亚洲。他们两个国家距离非常的远，它跟中国之间没有直接的冲突，他们之间的冲突唯一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中加之间
会有那么尖锐的冲突。它和澳大利亚不一样，澳大利亚是在大家看一下澳大利亚的位置就知道，澳大利亚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战略要冲的位置，所以澳大利亚冲到前面就有它的道理。但是加拿大不需要冲得太前面，所以我不觉得中加关系会那么尖锐，说双方有激烈的对抗，我觉得没有。加拿大不需要，加拿大站在美国旁边就行了。所以这件事情大体上是这样，也不会太激烈的冲突，也不会好像搞得很亲热，也没什么好亲热的，亲热啥？对吧？中美关系是这个样子，加拿大跟中国亲热，你不是早不自在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情绪，英国18世纪政治家、法学家、法官 William Blackstone 有一句名言：即使错放10个罪犯，也好过让一个无辜者受难，何况一个罪犯换2个无辜者。OK， 观点，王老师你太厉害了。2个加拿大人被判刑后，你就讲美国肯定要放孟晚舟，你太准了。OK， 是啊，基本的方向应该是这样的啊。我们不是判断太准，其实你可以看啊，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准确的去判断一件事情到底会怎么发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政治的取向，趋势是什么，我们就会知道趋势是朝着哪个方向走，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也许有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个比较准确的，但是最关键的是趋势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趋势啊。观点：为什么拜登的民主战胜不了包子的专制？太让人失望。你觉得这就是包子的胜利吗？如果你这么看的话，我觉得你还需要再温习一下我们的视频，好不好？啊，你还没有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2名加拿大的人质回家，这是最重要的胜利，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有价值的。这也是美国做这个决定的其中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吧。啊，包子没有胜利，包子在世人面前展示了这个政权的特征和本质是什么？就是不把人当人看，他怎么会胜利呢？当全世界人，当加拿大人，当美国人都看到了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应该怎么对待这个政权。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人质外交会不会在未来成为中共对付西方国家的常规方法？西方国家该如何应对中国这样一个绑架匪巢穴？哪国的国人敢来中国？老实讲呢，我觉得中国用人质来解决这个问题，用绑架人质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愚蠢。为什么？你想一下，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中国跟加拿大的关系完蛋。那当然，这里面可能也反映了这个孟晚舟的价值。孟晚舟连衣服都没换，直接从法庭一下来，直接就去机场，直接就上飞机走了。他多么着急要走，连衣服都不换就直接走了。他是个亿万富翁，你想想是不是？那得多讲究才行。所以，当然这方面反映了孟晚舟的价值，也反映了华为的地位。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用这种方式，其实这种方式鬼都知道，谁都知道你在干什么。一个国家，一个堂堂的大国，正在崛起的强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国家会得到尊重吗？当然不会，你会变成一个笑话。所以说，你说啊，我这以后我就用这种方法来解决我跟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你会变成什么？你会变成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臭狗屎嘛，对吗？你还在联合国上面，习近平在那儿讲话，
你现在底下人不虚，他会才有鬼呢，对不对？你想一下，加拿大人当习近平在那上面演讲的时候，加拿大人是怎么看他的？那就是个土匪嘛，那是个绑匪，香港人叫绑匪，专门绑架人的土匪，叫简称绑匪嘛。他还能用这个方法来对付西方吗？我不觉得。那他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这沉重的代价，当然你说西方国家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你狗咬你一口，你再咬回它吗？你当然不会用咬回它的方式，拿棍子打嘛，为什么要咬它？对不对？观点：美国同意释放孟晚舟，实际上是否可以看成美国做出巨大的政治决定？后续美加的民意会让美国的同盟更加坚定，加上美英澳日印澳，这是一个非常，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就是美国需要向加拿大人民展示他的诚意，对吗？你需要你跟加拿大人说，我们有司法协助啊，是司法互助，你帮我拘留那个人，引渡来这里审判。加拿大说行，他在执行他的义务，去拘留了他，然后进行司法诉讼。这跟加拿大政府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些动作都是自动发生的。然后中国抓了2个加拿大人，给他要判刑。你说美国人完全不管吗？那你所谓我要重返国际政治舞台，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你要做大家的领袖，你要做带头大哥，你连这个都不帮他，你怎么说服大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这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伦理关系。所以我觉得美国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明智、非常合理的。就是你看现在的华为，它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在中美关系当中，它重要性下降。华为都认为重要性下降，那孟晚舟的地位重要性当然也下降了很多。那么让他签署那个 statement of the fact 就可以了，而且向世人展示说我们抓他是有事实依据的，不是无中生有的，这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案件，就把2个加拿大人放回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非常正确的决定。观点：加拿大可以为了2个加拿大人放弃孟晚舟，但是中国不会为了中国人放弃自己的东西，最多说一句别给政府捣乱，非常正确。那中国人不算，就是中国政府没有把人当人看，尤其是中国人自己啊，情绪像孟晚舟这种人的行为，应该立法禁止他永远踏入发达国家。你觉得他还会去吗？不会去了啊，那真的是不会去了。情况：孟晚舟签署的协议，美国司法部网上可以下载，我已经下载，已经有了。美国司法部已经公布了这个协议了。观点：孟晚舟案一开始就可以认罪，认罚放人，是战狼外交拿他做祭品才弄到今天，折腾了几年，最终还是回到起点。而华为手机基本上被拖死了，这这是因果关系弄法。美国是要对付华为，才来抓孟晚舟，不是因为要抓孟晚舟去收拾华为，这是因果关系法。孟晚舟当时为什么不愿意进行签这个协议啊？跟那个美国司法部达成这个协议，我觉得当时他觉得还有的打吧，一开始美国就已经 offer 了这个协议，说你承认有事儿啊，然后我们就达成一个协议，当时就不愿意啊，结果也这个庭审下来发现不行，不行怎么办？那就在他宣判之前认呗啊，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观点：只要坚持不卖芯片给华为，绝对比关100个梦有效。那是啊。观点：直接到机场是一种表演，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不觉得。
你别老是高看共产党，共产党也就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啊。观点：华为是中共的政治钱包。看任正非的履历，他是解放军，所以华为对自由世界的危害非常大。它不是政治钱包了。我还是不希望看喊口号。华为是什么？我还是认为华为是中国伸到西方国家获取技术、获取顶尖技术的一个尖兵，一个尖刀插到西方。西方是个开放的系统，所以在西方没有注意的时候，华为就已经把他的手伸到了西方的，直接伸到别人的保险柜里面去，把他们最先进的、最机密的科技拿到手，拿回来。这是华为的角色。所以华为为什么要去救它，原因就在这里啊。所以华为会获得那么多的支持，从资金到人员到到土地，什么都给他开绿灯啊。情绪孟晚舟回国对他非常不利，毕竟知道的东西太多，而且任正非也不希望他回国，会不会踏上飞机的一刻才是真正失去自由？这这故事你能这么编，我也没话讲啊，我不知道啊。他知道有多少东西，我不觉得孟晚舟知道多少东西。像这种太子女呢，也就是因为她的身份，她因为是任正非的女儿，她才能坐到这个位置上。她有多大的本事嫁4个老公了，她的本事了，对吧？其他我不觉得她能知道那么多东西啊。理论上来说，美国放她走，我觉得在情报的角度来说，也是认为她没什么价值。而且华为就那么点事儿呗，啊，就他是要派他去拿，他拿了多少，他怎么拿，拿到哪里去，什么情况？我觉得，一口气告华为23个罪名这件事情，而且一样一样全部都已经事实都摆在那儿，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华为干的那些事情，他干的所有的事情都知道。提问：加拿大扣留和释放孟晚舟都有法律基础，而中国释放2名违反中国法律的加拿大有法律基础吗？有啊，领导就是法律基础。情况：孟晚舟回国让大陆一片沸腾，微信朋友圈到处是狂欢，但国内新闻网没有大肆报道，这是为何？不好报吧？我觉得，你说呢？其实孟晚舟回去，你从宣传的中宣部的角度，蛮困难的。怎么说呢？不好说。嗯，所以我觉得中宣部的态度应该是低调，尽量的让这事儿就过去就算了。小粉红很兴奋，觉得老子又赢了一把。你看，放回来了吧？你看还是我国强大吧？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小粉红不明就里啊，他觉得啊，你看我们还是我国强大吧。但实际上这件事情，中国抓人质，用人质的方法来解决、来搞定这件事情，我觉得，全世界应该都看得很清楚吧？你说呢？这丢人丢到国际政治舞台上去了。中国在这件事情付出的代价，肯定比孟晚舟要大100倍吧，我觉得啊。观点：整个事件让全世界看懂了什么是恶的操作，很多惹不起的国家会躲得更远，慢慢的被文明世界远离和抛弃。至于孟晚舟，也只是整个局里面的一枚棋子，释放后棋子也就失去作用，后续命运可能是唏嘘的。大陆不报道，说明这个棋是弃子，不能用。嗯，我觉得孟晚舟她就是赶紧回去呗，被人抓了，折腾了
一两年的时间，虽然家人在一起，但是毕竟脚上有个镣铐啊。这个我觉得作为他个人来说，他肯定很赶紧回去，回到深圳去。这个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我的标题就是说衣服都不换，赶紧上飞机走了。这反映他的这种心情。至于说弃不弃子，我不懂，我不知道他们内部是什么情况，所以这种猜测，你们随便猜，我没意见。观点完全认同王老师，美国这样做是对的。看着华为走下坡，中国目前的暗潮汹涌，让孟晚舟一案告一段落，才能继续进行其他的工作。看到加拿大二位人质也被放回加拿大，真的开心啊！是这样。观点 CCP 已经在太阳能板领域基本掌控全球市场，现在在用当初扶持太阳能产业的方式扶持锂电、宁德时代以及氢能源领域的国内公司，意图占领全球市场。US 如果现在不对这些中国产业采取行动，等到这些产业完全被 CCP 掌控的时候就晚了。好吧，太阳能板我是觉得，反正中国在补贴嘛，补贴全世界用嘛，那就让它补贴呗，啊，至于锂电，我不觉得中国可以控制这个领域，为什么？有两点，我觉得，第一个技术问题，制造业以制造业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万一等你掌控了以后，掌控了这个产业之后，突然有一个新的技术出来，你原来的这些又没用了，怎么办呢？所以，不要高估 CCP，CCP 在这些领域，在这些产业领域，所谓的控盘的情况，其实是虚幻的，这是个虚幻。提问：今天看到公众号里有一篇文章，分析拉闸限电背后的原因，结论是政府主动逼企业减产，目的是把大宗商品的价格打下来。我跟今天上午已经有人说过，很搞笑啊。今年5月份，政府通过钢铁行业指导意见，让钢厂减产，然后最近的大宗商品暴涨的名单没有铁矿石。不管说这招灵不灵，但中共限电的动机之一，王老师对这个节目怎么看？是否认同？我建议你去看我们昨天直播的节目，就是中国各地限产限电浪潮啊，这个节目里面我非常清楚的讲清楚了中国现在的这个局面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好吧？我就不在这里回应了啊。这篇文章呢，就是典型的中共的叫打哪指哪的这个做法，就一枪打出去啊，然后就在弹孔那儿画靶子，你看我也打中了，就这个，你就看一下我们那个节目就知道，好吗？观点：中国工人的福利都是通过签订这些国际贸易协定得到的，比如现在双休，还有每天工作8小时。可是现在连这些基本的生活权利都没有被中共所保障。然而这些粉红和五毛视而不见，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啊，几千年来没有任何文明的产生。统治者一直用愚民的手段，让中国这些人民变得越来越愚蠢。在这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这些统治者也逐渐成了一群丧失智慧人民的后代，所以中国的历朝历代真的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民族。有道理啊。提问：为什么台湾不对等的制裁中国？比如你不买台湾的凤梨，那也别买台湾的芯片。为什么？人民更重要啊！你当权者怒发冲冠，然后制定一个政策，让人民付出代价，让企业付出代价，不行的。专制政权才能这么干，民选的政府不能这么干，你说呢？情况：家乡的村主任纳入公务员体系。是的，中国基层村主任纳入公务员队伍了，组织部管，财政上面发。OK， 那好多钱啊，我估计要崩。
这么搞下去要崩啊！你看啊，现在给谁加工资哈？给这个退休干部加工资啊，这个退休干部、退休人员两条线，公务员一条线，干部一条线，这个普通老百姓一条线。干部这边加钱了，这边加了，但加的很少啊，这是一头。军队加工资，然后这个公务员加工资，然后这个警察加编制，把所有的辅警变成什么？变成正式的警察编制啊，把辅警变成正式编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的警察队伍一下子膨胀了非常大，非常多啊，后果这是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你可以看现在我昨天的节目当中讲，现在事业单位开始缩编啊，事业单位除了医院跟这个学校之外，其他的事业单位开始砍半，编制减半，说明财政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了。然后你可以开始把村主任纳入公务员体系，村主任得多少？你数一下都知道啊，这个我觉得得崩，地方财政得崩啊。情绪，中国现在开始进动漫，奥特曼、名侦探柯南、小猪佩奇等都被封杀了，真的离朝鲜更进一步啊。观点，王老师好，很喜欢你的节目。我认为无论墙内墙外，一些华人缺少基本常识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前不久在拜登与 Boris 的记者会上，工作人员突然驱散记者，引发粉红和海外部分川普支持者的狂欢。他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的情况下，嘲笑拜登拉裤子，戏称为拉登。这让我非常的失望，我并非拜登的支持者，但是我认为在没有事实的依据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立场进行判断，而且用生理缺陷嘲笑一位老者的做法，缺乏基本的礼貌和修养。这件事情我在推特上已经看到了，昨天、前天就已经有了。我不意外，我不意外。我不意外的原因是什么？这显然这是一场舆论战，或者叫信息战啊，这是进行人身攻击的一种信息战啊。怎么说呢？你在推特上看得很清楚，谁在传播这个信息，谁在附和这种信息，基本上是两类人，一类人叫什么？大外宣，一个是大外宣，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或者叫拜登前任的支持者们那么当然，我们很多人把这些人叫什么叫华川华川更多华川更多。我真的不意外，这件事情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干。不是第一次干啊。提问：中国之前抓3个加拿大人的时候言之凿凿，以及定罪，现在直接释放，这是什么时代的外交逻辑？照此推断，是不是可以说中国此前抓的人纯粹是打击报复？是的，这就是政治审判提问：目前全球政治形势下，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会提升吗？我感觉澳大利亚的整体实力还稍微欠缺，至少人口要到5000万，经济要和韩国持平，才能发挥相应的影响力。哇，你这么有战略眼光，你应该给我们一些数据才行。你觉得5000万够吗？我们不要去这么样去，怎么说呢？你看到在海外有一些人经常进行战略分析，战略分析拍脑袋，这就是战略分析拍脑袋。战略分析拍脑袋也行，但是你得拍出个圆来，你不拍出圆来不行就不能自圆其说观点：很多华人受 CCP 多年洗脑教育的影响，又不喜欢看海外出版的历史书，不喜欢追根问底，不喜欢多想几个为什么，对 CCP 发表的言论很是亢奋。OK，
观点：西方重视人命和人权，其实正是与中共对抗最大的弱点。嗯，如果你认为这是弱点的话，那你就真的不了解，你真的不了解文明的本质是什么。重视人命和人权，就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进步。如果你把这种进步当作是弱点的话，意味着什么？说明你真的还需要理解一下人类文明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人的追求是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要把这个搞清楚。对，是的，相对于这种野蛮文明来说，相对于野蛮来说，文明是脆弱的。你想一下，当我们看到这个叫什么 ISIS 发一个视频给全世界看啊，在这视频里面把人头切下来，大家的魂都飞了，胆都吓破了。这是什么样的野蛮？野蛮的力量非常大，但是人类社会非常清楚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最终野蛮失败，文明胜利。最终啊，所以我经常讲，就是我们我们不能成为那个王子，跑到这个洞穴里面把那只恶龙杀掉，然后我们变成那条恶龙。人类文明就是这样，文明对抗野蛮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需要付出沉重代价，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保障我们的文明。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明谢 Martin 丁，谢谢 Renee Mac，谢谢 J，谢谢。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